我们要活命！我们等了这么久，为什么要停了？你们医院必须给个说法！请大家先回病房，我们再想办法。由于 M 国全面限制抗癌专利药对华临床授权与进口准入，导致国内进口靶向抗癌药大面积断供，癌症患者用药危机全面爆发，多家华国医药巨头股价腰斩。必须找到替代药物，不然公司马上破产了。赵总 ，M 国辉煌制药的科裕达药物领先时代10年，国内根本没有人能够研发出这款药啊！华人的叶飞主打研发的安复灵不是快成功了吗？去把它给我挖过来。可是叶飞和华人总裁李威是夫妻，他不可能离开华人的。那也要去试试啊！你告诉他，薪资随他提，他的任何要求我们都满足。明白，我马上去办。吴秘书，不管付出任何代价，我们中科制药一定要把叶飞给我挖过来。是，周总。成功了！我们终于成功了！熬了这么多个日夜，终于熬出来了。大家安静一下。最新的国产抗癌药3期实验算是成功了，对癌细胞的清除率达到了100%，要不了多久就能上市。在这里，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付出。飞哥，万万使不得，无功不受禄，整个项目90%的工作都是您独立完成的，我们撑死也就打下手，哪好意思邀功？大家不用自谦，待会儿我请客，请大家去吃庆功宴。叶飞，药研究出来了没有？李总，这里是吴军实验室，你没穿无菌服不能进来。一边去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整个公司都是李总的，李维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叶飞，药呢？老婆，药我已经研究出来了，这都是我们实验室花了无数个日日夜夜、千辛万苦研究出来的。闭嘴！谁是你老婆？在公司要称职务，赶紧把药给我。可是老婆，药到底在哪儿？我没时间跟你废话。你难道不知道这个药对公司有多重要吗？李总，您看，药在这儿呢，太好了！有了这个药，我们华人药业一定能超过国康医药和中科制药，一跃成为大夏第一药业公司。我已经想好了，现在进口药被卡，我们这个药上市，一针卖个100-200万，我们公司就赚翻了。不行，这个药和民生息息相关，我打算只卖5万块，让每个患者都用上药。你疯了！这可是花了大价钱研究出来的，光成本都要4万5，怎么能只卖5万块？李总，你看，这就是不懂赚钱的死脑子。让公司赚钱的事，还是我比较擅长。就在刚刚，我已经把公司研究出国产抗癌药安复灵，并且即将上市的消息发出去了。现在公司股价翻了整整3倍，而且还收到了100亿投资邀约。好，干得漂亮！这个叶飞居然能打破我们 M 国的技术封锁，不可能！立刻给我准备直升机，我要去见那个夏国人。马上备机去夏国，立刻安排直升机，我要亲自去夏国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。沈凌，这次你做的不错，我做主，给你奖励一套别墅。谢谢李总，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儿。大家都听好了，以后都要向沈经理学习。你们要搞清楚，公司是来挣钱的，不是来做慈善的。叶飞，你不要以为做了一点研究就能够对我指手画脚。你记住，这个公司是我说了算。李总，安复灵是叶总带着我们研发部呕心沥血、不眠不休研发出来的，凭什么奖励给他一个销售经理？没有我们研发出来的药品，你能拉到投资吗？什么你们研发部？要不是我们销售部在外面拼死拼活拉投资，你们拿什么研究？成天待在实验室里，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，哪里知道我们在外面跑业务的辛苦？李总，你看看，他们研发部就是这么对我们销售部的。王朗，马上给沈凌道歉！我凭什么道歉？不道歉，
现在就给我滚！李总，王朗是我的员工，是我平时管理不当，我替他向沈凌道歉。沈凌，对不起。要是下次再犯，你也给我滚！叶总，看看这大别墅，大落地窗，尤其这卧室，真是好大一张床啊！两个人睡觉一定很舒服。叶总，你不会嫉妒我吧？明明飞哥才是李总的老公，你得意个什么劲儿？飞哥，对不起，不怪你，是我没有保护好大家的利益。大家都辛苦了，今晚给大家加餐，去吃庆功宴。我向李总申请了1000块的预算，今天大家随便点，放开吃。谢谢飞哥，谢谢飞哥。沈总真是太大方了，这一顿饭就吃了1万多，果然还是得跟着沈总混。这算什么？以后跟着我，好处多的是。沈总，你看，那不是叶总吗？走，我们去和叶总打个招呼。哎呦，叶总，今天可是咱们华人研发出抗癌新药的大日子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们今晚就吃这个呀？平常我们下班随便吃个夜宵都比这个好，还是沈经理大方。今天我们吃的可是金玉楼，那可是5星级大酒店，一只奥龙比你们一桌子菜都要贵呢。对呀，你们花的都是公司的经费，还好意思说？哼，公司的业绩都是我们销售部做出来的，我们吃得好那是应该的。而你们除了做试验还能干什么呀？没有我们卖药，你们研发出来的药就是垃圾，一文不值。就这还想吃大餐，痴心妄想。而且李总刚刚说了，公司的报销额度是500，你们这顿饭超额了，钱你自己付。我申请的不是1000的预算吗？那不好意思，现在只有500了。哼，走。我们没日没夜加班，吃点饭1000块都报不了，他们一顿饭上万，凭什么？关键是欺负我们都算了，叶总你可是李总她老公啊，他怎么能这么偏心那个废物小白脸？李薇，我倒想看看你还能更无耻到什么地步。你怕他干什么？不管我说什么，反正他都会信。看什么看？我们是在谈工作。谈工作？谈工作为什么不在公司谈？谈到家里来了，谈到卧室来了，谈到衣服都脱光了。叶飞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怀疑我们在做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吗？难道不是吗？难道我刚刚说错什么？是我看错人了，本来以为你有容人之量，没想到你这么小肚鸡肠。沈经理兢兢业业，才给公司拿下100亿投资的邀约，反倒你没给公司做出什么实质贡献都算了，还嫉妒他的能力，连我跟他聊一下工作，你都要觉得有什么龌龊，实在是让我太失望了。再有下次，就离婚。走，我们换个地方继续聊工作。李薇，你难道忘了今天是我们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吗？李薇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吗？当然会，一辈子都会。你到底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呀？神神秘秘的。李薇，嫁给我。我愿意。
也许一开始就看错人了吧。干什么？你今晚还回不回来？我有点事想跟你说。要晚点。李薇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做饭。果然不用我哄，他自己就好。叶飞，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，你要相信我。我今晚真的就只是和沈凌聊工作。既然你给我准备了这么多东西，还算有诚意，那我就勉强原谅你前面说的那些胡话吧。薇薇，我生病了，现在在医院，你能来陪陪我吗？你别怕，我马上就到。李薇，你真的忘了，今天是我们的结婚5周年纪念日。不行，沈凌生病了，我必须得去一趟，今晚不回来了。别忘了明天的发布会，你好好收拾一下。明天是你上台演讲，万一因为你失误，投资人不投资了，辜负了沈凌的一番心血，我唯你是问。是得好好收拾一下了，可这次不是为了你李薇，而是为我自己。结账。好的，先生。赵总，现在因为贸易战的影响，公司无法进口抗癌药，股价跌到了之前的1/3。研发部那边怎么说？负责人说，就算现在加大研发投入，也至少要5年才能研发出替代药。而且，您刚刚接管公司，掌控力不足。我听说，几个大股东已经在暗地里商量，想借这次危机联合让您下台。他们敢？算了，我听说最近华人药业研发了一款叫安富灵的新型国产抗癌药，我们不能争取一下跟他们合作吗？难。现在国康、中科那2家医药巨头都在疯抢和华人合作权，怕是轮不上我们。那就把他们的研发负责人挖过来。那更不可能了，赵总，他们的负责人叶飞是华人总裁的老公。叶飞，怎么和师兄名字一样？这不是师兄吗？停车！师兄，真的是你！晨曦，你怎么回国了？我接手了自家的医药公司，最近正为抗癌药的事情头疼。师兄，你现在是不是还在医药研究行业工作？是。你在哪儿工作呢，师兄？华人药业。华人？等等，难道帮助华人药业研发出安富灵的人就是你？是。怎么了？师兄，你太厉害了！早在上学咱们一起做研究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了，你是这方面的天才。果然我没看错人。师兄，来我的公司吧，只要你愿意来瑞成药业，公司可以给你开年薪5个亿。沈凌，对不起。要是下次再犯，你也给我滚！好，我会考虑考虑的。我没看错吧？那是叶总。以前怎么没发现叶总这么有魅力？这收拾完也太帅了，甩沈凌那个小白5条街。你是没看见今天沈凌的脸白的呀，跟鬼似的，在李总办公室待半天了。来，慢点喝，别烫着。叶总，你别误会，李总是看我身体不舒服，才在这里照顾我。进门不知道敲门吗？出去！我找你有点事。有事？你以为你穿成这样就能替代他的位置吗？李总，您别这么说，叶总也是为了公司好的，不然邋里邋遢的上台，别人还以为我们华人要倒闭了。有事儿就快说，下午就是发布会了，你不去好好准备，现在过来干什么呢？签字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离。哎呦，李总，我胃好疼。我忙得很，以后没事不要来烦我，赶紧走吧。这样好点没？晨曦，
我决定了，接受你的邀约去瑞城。各位嘉宾，这里是华人药业自主研发的国产抗癌药安富灵的发布会现场。这款药的问世，意味着我国已经突破进口药的垄断，标志着我国原研力量更上一层楼。那不是 M 国市值超过万亿的辉煌集团总裁詹姆斯吗？还有樱花集团总裁山本智。H 国超级财阀双星集团朴双星，怎么都来了？詹姆斯先生，请问您今天来参加发布会有什么目的吗？听说华人药业的叶飞自主研发出了一款抗癌药，成本比我们低，药效却比我们强10倍，就算是癌症晚期的患者也能救活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叶飞研究出的药是不是这么厉害。那你们今天可要长见识。今天过后，我们夏国掌握着最顶尖的制药技术，往后谁封锁谁可不一定了。怎么来了这么多大人物？李总，这都是我的功劳。国康中科的2位老总已经说了，开完发布会就签100亿合同。刚才又收到消息，瑞城药业也要给我们投资，华人火出圈了。叶飞那个蠢货怎么还不来？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居然敢不接电话！限你10分钟内过来，否则有你好看。接下来有请华人总裁登场。怎么办？叶飞不在，谁来讲？李总，这不是还有我吗？行，那待会儿你来讲。各位来宾，我们华人药业的安富灵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，能够在短时间内。叶飞去哪里了？怎么是个销售在上面讲？看来你们夏国也没有多厉害，这么重要的发布会，竟然只派一个销售出来撑场面。李总，今天大家都是冲着叶飞来的，他不现身算怎么回事？赶紧把叶飞喊出来，不然大夏整个医药行业都会在 M 国面前抬不起头。叶飞来了没有？说。叶总他辞职了。什么？他怎么敢离职的？平常我让他往东，他不敢往西，今天反了他了。没有我的签字，你怎么敢让他离职的？李总，是您签了字，我才办理的。胡说八道！我什么时候签字了？李总，您看，我忙得很，以后没事不要来烦我，赶紧走吧。混蛋，他竟然敢骗我！老大，你为什么在收拾东西？我签了离职协议。什么？老大，你离职了？怎么会这样？老大，你这么呕心沥血，没日没夜的为公司做研发，李威还这么亏待你，确实该走。老大，你下面打算去哪里？你去哪儿，我们就跟着你去哪儿。我已经决定去瑞城。那太好了，瑞城可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公司啊。赵总说过，让我带着团队一起走。既然大家都愿意信任我叶飞，那大家放心，我会给大家争取最高的年薪，每人至少翻3倍。太棒了，我们跟着老大干！李威，马上你就会知道自己失去的到底是什么。这个废物居然敢挂我的电话！李总，怎么还不见你们夏国的药神叶飞出来？不会是因为这个药根本就没有研发出来，所以躲着不敢见人吧？这还用说？夏国是什么实力？怎么可能研发出领先 M 国10年的新药出来？我看我们还是走吧。李总，叶飞到底什么时候出来？今天各大媒体都在，再不出来，我们夏国就丢脸丢到家了。各位老总，稍安勿躁，叶飞马上就到。关键时候玩消失，他想干什么？李总，是不是最近你惹叶飞不高兴了，所以他在闹脾气？李威，你真的忘了，今天是我们的结婚5周年纪念日。不行，沈凌生病了，我必须得去一趟。原来是这样，不就是没陪他吃饭吗？
这个叶飞居然这么记仇，不如先哄他来，等发布会结束，他还不是随你处置。那天结婚纪念日我冷落了你，是我不对。你放心，开完发布会我会补偿你。现在你赶紧给我过来！叶飞，你敢拉黑我？李总，不是说叶飞马上来吗？李总，不如先把王朗叫过来，王朗是他的助理，讲解一下肯定没问题。只好先这样了。各位老总，实在抱歉，叶飞在过来的路上出了点小事故，现在人在医院，待会儿会请叶飞的得力助手王朗出来讲解。原来是这样，那还差不多。李总，不好了，王朗也辞职了。李总，不好了，王朗辞职了。说什么？他敢离职？一定是叶飞把他带走的。赶紧换一个人，叫别的研究员过来。李总，没人了。什么叫没人了？华人药业这么大的研发部，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找不来吗？整个研发部都跟着叶总一起离职了。自己离职就算了，居然还敢带着整个团队跑？难道他以为这样就会让我觉得离不开他？真是可笑至极。李总，没想到叶总这么公私不分，为了博取您的关注，竟然拿公司的前途开玩笑。今天这么多行业顶尖大佬在场，他这不是诚心让你闹笑话吗？叶飞，你个混蛋！李总，叶飞的助理到底什么时候来？什么时候来？还来不来了？你们华药业到底有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？简直是浪费时间。我们走。李总，如果你们今天不给出个交代，就别怪我们撤资了。各位老总，请再等等。各位老总，请大家稍安勿躁。刚刚跟李总商议了一下，正所谓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。为了证明我们华人药业的实力，我们决定不做任何讲解，直接现场试药，向大家展示安富灵的奇效。什么？现场试药？这可是史无前例啊！有点意思。那我倒要看看你们这药到底有多神。现场试药风险非常大，你们华人这么有信心吗？沈经理，你可别信口开河，试药出了问题，你们华人药业可担待不起。赵总放心，我们的药绝对没问题，大家敬请期待。当场试药，出了事儿怎么办啊？放心，有我在，我可不像叶飞，是个临阵脱逃的小人，一切交给我。反正成品药在我们手里，只要把药效展示出来，谁还管叶飞来不来？可是我们现在手里只有这一支成品药。既然这个药品已经研发出来了，图纸和实验数据都在我们手上，大不了再招一波人进来，按照这个步骤，一定能成功复产。好，那今天绝对不能搞砸了。赵总，人我都带来了。师兄能来是我最大的荣幸。另外以后不要叫我什么赵总了，跟以前一样叫我晨曦就好了。既然各位选择相信瑞成，我也绝不亏待大家。我承诺，给大家在华人的3倍年薪，外加每年100万的年终奖。3倍年薪还有100万年终奖，谢谢赵总，我们一定好好在瑞成干。秘书，带大家去办入职手续。好的，各位请跟我来。今天这么重要的发布会，你不去看自己苦心研究出来的新药上市，是不是有点可惜？药是好药，但在那些只认钱的人手里，终究会变成他们谋利的工具。为了证明我们华人药业的实力，我们将现场试药，向大家展示安富灵的奇效。不行，这样会出人命的。师兄，怎么了？安富灵必须配合另一种基础药物才能真正起效，直接试药会引起严重的排异反应。这会儿想打电话来道歉，晚了。师兄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各位老总，目前已经有1名肝癌晚期患者主动签收了自愿试药协议。待会儿我们将在华人最顶级的实验室里，为这名患者注射最新研发出的靶向药安富利。注射过程
将进行全程高清直播，大家坐在这里就能亲眼见证这款药的真实药效。李威有魄力，华人今天可是干了一件大事啊！这种级别的现场直播试药，就算是在 M 国，也绝对没有人敢做。这下，某些人终于可以闭嘴了吧？赵总，得意什么？现场试药的风险有多大，在座的都清楚。谁知道一会儿会不会出什么医疗事故？就是，要是出了事故，华人会让你们大夏跟着名誉扫地。你们，到底是不是真有本事？赵总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儿子，你一定要挺住啊！这该怎么注射？程硕，开始试药。完了，我只是一个今天才来报道的实习生啊，什么也不知道啊。李总，我闭嘴，赶紧的！不管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吧，出了事也不能怪我。这么快就起效果了，这人的气色肉眼可见的在变好啊！快看，癌细胞正在迅速被杀死，这速度简直太快了！成功了！这就是我们华人药业的真正实力。不可能，我们科裕达领先行业10年，都做不到这种效果。夏国一个底层小公司怎么能做到？我不相信，这一定是假的！你们肯定在作秀！你们 M 国弄不出来的东西，我们夏国弄出来了，你们有什么可不服气的？哼！现在药效你们也见到了，如今全球整个行业，华人的科研实力是第一。你们不认，那就拿出比安富利更厉害的药来啊！我宣布，今天的发布会圆满结束。今天多亏了你，亲爱的，没了你我怎么办呀？微微，今天我立了这么大的功劳，你可怎么奖励我呀？讨厌，都听你的。李总真是年少有为啊！安福利药效这么厉害，我们国康药业决定投50亿，我们中科制药也投50亿。太感谢了，不如我们现在就签约吧。好，马上签。这不对啊！心电图的心率怎么飙升到200了？再这样下去要死人了！怎么回事？李总，我也不知道啊。程硕，你究竟在干什么？赶紧稳住患者的情况，快点！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只是一个才来半天的实习生啊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的儿子，你还我儿子的命来！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只是个实习生，都是李总让我干的。赶紧给我把直播关掉！这么好看的一出戏，怎么能关掉呢？哼，早就说了，这个夏国怎么可能研发出新药？实习生，你们居然敢让一个实习生上产，疯了吗？华人药业就是这么办事的吗？合同取消！不要啊，赵总，这个事儿还有挽救的余地。这个药都是叶飞研发的，你们不相信我，还不相信他吗？两位老总，现在患者还有生命体征，可能只是有一点排异反应，说不定待会儿就好了呢。那你们倒是把叶飞找出来啊！叶飞，接电话啊！李总，不好了！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在线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万，股价直线下跌，马上就要跌停了。完了，叶飞来不了了，赶紧打120。让开！
李总，快看，是叶总，是叶飞。你是谁？你想要做什么？我是这款药物的真正研发人，我现在是来救你儿子的。研发人就是你们这个破药，害得我儿子成了现在这副样子，你还敢来？你可以打我，但我必须告诉你，如果他现在不注射我手里的一支中和药剂，不出1分钟他就会死。你确定还要拦着我吗？你是说我儿子还有救？嗯。求求你，救救我儿子！只要你能救他，让我当牛做马都行。求求你了！我会救他。平稳了，体征真的平稳了。儿子，你怎么样？你吓死妈！我这是怎么了？你刚才休克了，实习生弄错注射方式，安复星必须配合另一种药物注射，否则会产生强烈的排异反应。现在你没事了，太感谢您了。不用谢，发生今天这事儿我也有责任。这药在3期实验反馈来看，效果很好，只要正确使用不会有问题的，你放心。我相信你。李薇，如今你为了钱，竟然连人命都不顾了吗？快看，患者已经苏醒了，是叶总救了他，叶总太厉害了。叶飞真不愧是药神，在这种危急关头，一出手就把人从阎王殿拉了回来，确实厉害。华人有他，真是捡到宝了。谁知道这个药效是不是真的稳定了？你们高兴得太早，按照医疗常识，至少要再观察1周才能下定论。我们的药物经过多次严谨的临床试验，不会有问题。相关的研发论文稍后就会在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，到时候欢迎你们学习。而且，任何药物都不是什么神仙药，患者不同，体质也不同。就算观察后出现一点小问题，难道不是正常的临床表现吗？堂堂顶级药业的总裁，不会连这个最基础的常识都不知道吧？听到了吧？我华人的研究部花了数年时间研究出的靶向药，经得起任何考验。詹姆斯先生，承认吧，安复灵的效果比你们 M 国的科玉塔好得多。你们，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别以为一个小小的安复灵就可以保你们华人一辈子。走。滚出大夏！大夏不欢迎你们！让你们嚣张，还不是得夹着尾巴滚回去？叶总真是太帅了，你就是当代的药神啊！对，华人要是没有叶总，真不知道要变成什么样。李总，既然现在查明这个药只是注射方式弄错了，那咱们2家的合作还是继续吧。不过上市后，这个药的4期临床实验应该还是由叶飞负责吧？那是自然，2位老总放心，上市后的监测全部由叶飞负责，绝对出不了差错。那就好。新的合同待会儿我让秘书重新印一份出来。先送2位老总去隔壁休息室休息一会儿。这不是叶总吗？他从实验室赶过来了。叶飞，你可算愿意来了，闹够了吗？不是我说你叶总，你闹脾气也要有个限度吧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刚刚差点让公司破产，要不是我力挽狂澜，华人今天可就完了。没错，就算你现在给我道歉，我也不会原谅你了。你好像误会了，我不是因为你回来的。你别以为你救了患者，我就会对你感恩戴德。别忘了，如果不是你迟到，这里根本不会出技术事故。李总，看赵总和周总这么看好他，还是先把他留下来，等签完合同后再说。这样吧，叶飞，今天2位老总都在，只要你陪着他们签好合同，
我就原谅你今天你迟到的事情。你的离职协议我也同意撤回，以后你还是公司的副总。你说完了吗？叶飞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现在是给你一个原谅你的机会，你还想跟我讨价还价一下？讨价还价？有着这闲工夫，你不如想想怎么摆脱牢狱之灾。你想干什么？进来吧。叶飞，你把他们带来是什么意思？李薇，你刚才做了什么？这么快就忘了吗？今天就是你下令让一个实习生给我儿子注射的药剂，是又怎么了？那是公司的安排，你们闹什么闹？你敢打我！我不仅要打你，我还要杀了你！你这个黑心的奸商，为了赚钱连人命都不顾！放手！救命啊！沈令，快救我！疯女人，你给我松手！你敢打我吗？叶飞，你就这样看着我被打？我可是你老婆！老婆，什么时候啊？我们不是离婚了吗？离婚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当然不知道。那个时候，你和眼前这个帅哥可真是浓情蜜意啊！我忙得很，以后没事不要来烦我，赶紧走吧。原来是那时候。你竟然敢算计我！你不会以为这样就能在我身上找到存在感，让我觉得我离不开你吧？你开玩笑也要有个度。之前拿辞职开玩笑，我既往不咎；这次拿离婚开玩笑，我可不会还任由你闹。现在，要么你当众给我道歉，要么你回家给我跪一晚上，否则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不是吧？叶飞又没做错什么，凭什么要他道歉？就是，难怪叶飞要跟他离婚。李薇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。我今天来可不是为了跟你说废话的。今天你可是弄出了医疗事故，患者差点没命，赔个1000万，不过分吧？1000万！1000万！1000万！你怎么不直接去抢啊？不想赔钱，那你就去坐牢啊！喂，老太婆，我们可是签了自愿试药协议的，合同里写的清清楚楚，自愿承担一切后果。你想钱想疯了，跑到我这里来讹钱。试药协议只能承担药物本身未知的风险，但你让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实习生操作，甚至用错误的注射方式，导致患者休克危及生命，这属于医疗事故。就算患者现在抢救回来了，你还有沈凌依然要负刑事责任。什么？李总，我们该不会真要去坐牢吧？叶飞，你帮着他们对付我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公司股份你不想要了？公司是我们的婚后财产，当初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，我技术入股50%，分一半是我应得的。你有什么资格抢走我的东西？再说了，马上你就是一个阶下囚了，还有什么资格拿股份来威胁我？你胡说八道！我可是华人的总裁，谁敢抓我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么赔偿1000万，要么我当场报警，让你们这对狗男女进监狱。你敢威胁我？完了，要是真进监狱，叶飞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李总，不如给一点小钱，让他们封口吧，不然事情闹大，对咱们都没好处。给就给，秘书去拿协议过来。10万块不能再多，现在你要么劝他们签了这个协议，要么我1分钱不拿。10万，李薇，但凡你把送这个小白脸别墅卖了，都有1000万，你还在这里哭穷？你这么爱我，怎么不拿出行动来？这个人也太抠了，差点
都闹出人命了，竟然只肯赔10万。就应该让叶飞报警，把这对狗男女送进去。叶飞，你别在这挑拨离间，我和李总清清白白，那是李总给我的业绩奖励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。我只是想留下做个纪念，我不像你转头就背刺李总。李总，只要你需要，我现在就把别墅挂出去，给你筹钱。沈凌，你不用怕。我说你怎么脾气那么大？原来就是因为我给沈凌一套别墅你就吃醋了，所以要跟我离婚，还要送我进监狱，这么小心眼，叶飞你还是个男人吗？李薇，你没必要用这种话激我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要么今天你们赔患者1000万，要么我现在就报警。算了，李总，他要1000万赔给他就是。等咱们的药物上市，这1000万就是眨眨眼的事儿，绝对不能让叶飞这混蛋报警。我是第一责任人，一旦报警，我肯定要牢底坐穿。行，叶飞，不就是1000万吗？我给你就是。叶飞，你别太得意，以为离开华人就能大放光彩，殊不知没有华人你什么也不是。通知下去，凡是与华人有合作的公司，都不许再录用叶飞，否则断绝合作。李总好大的口气，这是准备全行业封杀我师兄了。赵晨曦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来这里当然是为了告诉你，叶飞师兄现在已经是我们瑞城的首席研发总监了。你说什么？原来你们……好，我就说为什么叶飞你突然跟变了性情一样，原来是你勾搭上了他。早在当初上学一起做实验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他喜欢你。怎么？现在终于得手了，你很得意是吧，赵晨曦？我怎么能不得意？你跟师兄的事我都知道了，师兄这么好的人你不珍惜，偏偏跟一个小白脸混在一起，真是有眼无珠。你他妈说谁是小白脸呢？怎么，我说错了？如果不是师兄研发出安富利，你觉得你凭什么能拉到这么多投资？就凭你的油嘴滑舌吗？你够了！叶飞，不要觉得你攀上他赵晨曦就能不把我放在眼里。说到底，你也不过是靠着华人才能有点小成就。还有你赵晨曦，说到底你也不过是找了一个我不要的男人，你的眼光也不过如此。李薇，我们瑞城的眼光一向很好，不像你们华人不把宝物当作宝。推开他这么优秀的男人，可不要后悔。我有什么好后悔的？结婚5年，他是什么德行我还能不知道？另外，你离开公司的依仗不就是你掌握安富乐的数据？可你别忘了，你之前签过竞业协议，要是敢泄露安富乐的数据，我让你牢底坐穿。抱歉，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，李总。叶飞师兄目前在安富利的基础上又有了全新的思路，正在研发一款完全不同于安富利的全新抗癌药，不仅成本大幅降低，只有安富利的1/10，预计售价5000一针，更是将能覆盖的癌症从有限的几种扩大到了10几种常见的癌症类型。我们内部已经将其命名为天药，目前初步的理论研究已经完成，预计只要1个月就能研发成功。1针就能治好10几种癌症，还只卖5000元，这可能吗？如果是真的，叶飞简直就是在做慈善。而且不仅如此，我们瑞城药业还收到了药鼎阁的邀请，1个月后将去参加试药。药鼎阁，那可是掌握医药界命脉的第一势力啊！听说只有2个试药名额，瑞城竟然这么快就拿到了。是啊，一旦通过药鼎阁的试药，那这家公司便能彻底背靠大树，在行业内一路平步青云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要是他说的天药是真的，一旦上市，那安富灵岂不是没有一点销路了？该死，药鼎阁的入场券我都没有，没想到叶飞居然拿到了。不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叶飞，安富灵可是你3年时间废寝忘食才研究出来的，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有更好的替代品了？你也知道安富利是师兄3年时间废寝忘食才研究出来的。我能这么快想出天药的研究方案，一是本身就是在安富利的基础上一带，二是晨曦给了我最大权限的支持。是啊，李总，我可是听说师兄研究天药的时候，你一直在旁边指手画脚。你懂什么？要不是我一直在协助他，他根本研究不出安富灵。而且我也不怕什么天药，就算天药更好又如何？我还有国康和中科的投资，只要我肯砸钱研发出更好的抗癌药，瑞昌未必能赢过华人。李总，不好了，赵总和周总撤资了。周总，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撤资？我们的抗癌药马上能上市，现在的撤资你们会损失惨重的。李薇，你真以为我们是看好你们华人？我们当初愿意给华人投钱，完全是冲着叶飞叶总的面子。没有叶飞，你们华人算个屁！得了吧，
叶总带领团队即将研发出的天药，已经拿到了药鼎阁的试药名额。如果被药鼎阁选中，只会比你们更快上市。既然离开了华人，考不考虑来我们国康？瑞成出多少，我出双倍，我出3倍。周总、赵总，当着我的面挖人，可是不厚道啊！人才嘛，大家都抢着要。叶飞，怎么样？两位客气，我已经打算留在瑞城。晨曦啊，你可是捡到宝了。既然赵总、周总都撤了，我们也没有留下的必要了。李总，我们公司也决定撤回对华人的所有投资。没错，我们投资是为了赚钱的，不是为了看你们华人玩过家家的。撤资！别走，几位老总，你们听我解释，我们的药一定能赚钱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李总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又怎么了？公司资金链彻底断裂了，供货商全都来催款，银行也停了我们的贷款。财务部刚刚来报，今天已经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什么？完了，全完了！怎么会这样？李薇，你当初把研发团队逼上绝路的时候，想过会有今天？叶飞，你是故意要毁了我！毁了你的是你自己的贪婪和愚蠢。你之前不是信誓旦旦地说要在整个医药界封杀我？李薇，现在你拿什么封杀我？拿空气吗？你别太嚣张了，叶飞，别以为你研发个天药就不得了了。我还不知道你什么德行吗？不过是在这里吹牛，想要拉到投资而已。李总，现在安富力已经通过了3期试验，只要上市就能马上赚钱，我们根本不用怕它。是啊，只要安富力挣钱，华人就还有救，我怕他干什么？叶飞，你傍上赵晨曦又如何？天药也只是理论阶段，能不能真的研发出来还是两回事。但安富灵的专利现在就掌握在我手里，我华人可是领先你们瑞长一大截。等我们把市场垄断，我看你们天药怎么跟我竞争。你们真是这么想的吗？不然呢？那你们就准备被我告到倾家荡产吧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们难道忘了刚刚那个患者是什么情况了？排异药剂，李总，安富力要配合排异药剂使用，可是现在专利在叶飞手里，这可怎么办？这个叶飞居然还留了一手，想摆我一道。叶飞，我命令你立刻交出排异药剂的配方，这是公司的专利。我离职前可还没来得及把专利上交给公司，现在这个专利是我的，凭什么交给你？就是，那是叶飞辛苦研发出来的，你想白嫖不可能。李薇，我倒很想看看，没有排异药剂配合使用，安富灵还怎么上市？怎么垄断市场？怎么超过瑞昌？不就是一个排异药剂，你们研发得出来，别人就研发不出来吗？只要肯砸钱招人，肯定有人做到。没错，别以为全世界只有你会做研发。那咱们就走着瞧，等你们有好消息。师兄，我一直以为你和李薇结婚这5年过得很幸福，没想到他居然是一个这么自私自利的人，甚至连你的研发成果都拿去讨好那个沈凌。师兄，你别难过了，那些不好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。既然你现在来了瑞城，我向你保证，在这里我一定会给你最高的尊重。以后在公司，你的话就是我的话，你想做什么，我都全力支持你。谢谢你，晨曦。师兄，你跟我还客气什么？师兄，我们到了。赵总好，叶总好，欢迎叶总入职瑞城。在华人那5年，我竟然忘了，我也是有尊严的。师兄，从今天起，这里就是你施展才华的新天地。晨曦，谢谢你的信任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各位，以后大家就是并肩作战的同事了，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一定能让瑞城药业的研发实力更上一层楼。我相信你，师兄。我都已经这么卑微的求他了，他竟然敢当众这么对我，叶飞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。叶飞太小肚鸡肠了吧？
就算你之前冷落了他，至于要让华人破产来报复你吗？连这点事都不肯原谅你，他也叫男人？沈凌，你说叶飞他这次会不会真的不回来了？李总，您还不了解他吗？他就是个臭脾气。等过几天，您随便买个礼物去哄哄他，给他个台阶下，他不就乖乖回来了？万一他真的死了心呢？就算他不回来又怎样？李总，您别忘了，我们手里可是握着所有的实验数据，只要有这些数据在手，我们再重新招一波人，一样能够按着图纸生产出来。你说得倒轻巧，可是经过今天这么一闹，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投资，资金链一断，拿什么去招人？资金的事儿您不用担心，只要我们对外放出风声，就说华人已经被药鼎阁选去参加试药，那些投资还会源源不断的送上门来。这怎么行？我们现在根本就不一定能获得入场券。要是被药鼎阁王阁主知道我们放出虚假消息，华人一定会被封杀的。李总，您别怕，我们现在只是提前放出消息，解决眼下的资金周转问题罢了。再说了，凭咱们安富灵的药效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入选的。可是药鼎阁向来要求严格，万一没选上，您就把心放肚子里。就算这次试药大会只有2家公司能入选，我也一定能拿到名额。李总，您还不相信我的手段吗？好，那我就看你的了，这事儿绝不能出差错。过来。沈经理，你有什么吩咐？立刻去放出风声，就说我们华人药业的安富灵已经正式被药鼎阁选入试药大会名单了。可是我们还没拿到资格。按我说的做，出事了由我和李总顶着，快去！什么？我们真的入选了药鼎阁试药大会？太好了！不过华人为什么能脱颖而出呢？一定是因为药鼎阁的阁主是叶飞的师傅，他还以为叶飞在华人，所以把名额给了我们。名额既然给到了华人，不如我们将计就计，顺势将消息传播出去，一定能拉来巨额投资。还是你聪明，就按沈凌说的做，还不快去！李总，公司突然收到了投资，1亿、2亿、3亿、50亿！沈凌，我们收到了50亿投资款，整整50亿啊！太好了，华人有救了！亲爱的，你简直就是我的福星，要是没有你，我今天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微微，我说过我会帮你的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人，你脑子灵活又会办事，比叶飞那个只会死读书的窝囊碎靠谱多了。他就算去了瑞城又能怎样，还不是个打工的。李总，虽然资金解决了，但我们还不能高兴得太早。怎么了？还有什么问题？叶飞带走了所有的核心研发人员，我们马上就要重新搭建团队，要在短时间内把投入量产，就必须聘请业内最顶尖的医药研发专家。恐怕这资金需求有点大。这50亿都是你的功劳，研发资金的投入你根本不要操心，想请谁就去请，我一定会最大力度的支持你。还是微微你信任我。从今天开始你就是销售总监了，只要你能让华人在药鼎阁试药大会上被选中，我奖励你2套别墅。微微，你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，我一定会帮你把今天在发布会上失去的面子，连本带利的全部找回来。好，我要让叶飞知道，离开华人是他这辈子做过最愚蠢的决定。到时候我们就在试药大会上狠狠地打瑞城的脸，让他们知道谁才是医药界的老大。大家注意，这组试剂的温度控制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，另外反应时间绝对不能超过30秒，否则药效会大幅度下降。记清楚了，叶总监，我们一定严格按照标准操作。真不敢相信，这就是以一己之力打破 M 国封锁，研发出最新靶向药的药神吗？没想到有生之年能够和药神一起共事，简直像做梦一样。大家过奖了，新药研发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靠的是整个团队的严谨。大家继续工作吧，争取早日出成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别动，我帮你处理一下。注意伤口不要碰水，这几天就别碰化学试剂了，好好养着。谢谢师兄，我记住了。叶飞，叶飞，起午饭了。换件衣服马上来。今天还吃上次那家餐厅，怎么样？都听你的。师兄，那时候我只能站在一边当你们爱情的旁观者，如今站在你身边的人是我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放手。晨曦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到不久。怎么样？新环境还习惯吗？这里的设备很完善，大家都很配合。那就好。谢谢你，晨曦。
如果不是你在这个时候接纳我和整个团队，我们不可能这么快重新开始，更别提继续推进研究了。师兄，你跟我永远不用说谢谢。我们有共同的理想，以后这盘棋我们要一起走下去。好，我们一起把新药做出来，不让任何人失望。试药名额给叶飞了吗？回阁主，已经通知华人了。哈哈哈哈！我这个徒儿一天到晚待在华人的研究室，如果知道能参加药鼎阁的试药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不过华人只是一家小公司，把名额给他，其他企业怕是对我有微词。阁主，您为夏国培养了一位优秀的人才，叶总突破了大夏的封锁，研发出了比 M 国还要领先的靶向药安富利。以他的能力，本来就有资格参加药鼎阁的试药。不错，不过医药界也有后起之秀，瑞成药研发的天药不就是吗？我看了天药的理论报告，能想出天药的也是个天才。看来这次试药，就是要在瑞成和华人之间选出一家了。师兄，目前天药的药物研发进度已经达到70%了，但是药鼎阁的要求是研发进度必须达到80%。1周后就是药鼎阁的试药大会了，还能完成吗？没问题，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了，1周时间足够了。这么快，师兄，果然有你在，我就放心多了。赵总，不好了，听新闻上说华人也会参加药鼎阁的试药大会。这么重要的消息，你怎么才告诉我？之前我以为是谣传，直到刚才药鼎阁对外发表了正式的公告，我才确认是真的。药鼎阁对于参加试药大会的公司一向要求很严格，怎么会允许华人这种草菅人命的公司参加试药呢？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难道是因为安福林被看中，所以师傅才选了华人？1个月了，排异药剂还研究不出来，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李总，我们真的尽力了。安富营的核心参数太复杂，都不敢想当初叶总是怎么研发出来的。现在想研究出对应的排异药剂，难度太高了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李总，别跟这帮蠢货一般见识，气坏了身子不值得。反正咱们已经收到了药鼎阁试药大会的邀请，这就足够了。我打听过了，瑞成那边一点关于天药的消息都没有了，肯定是失败了。就算没失败，也肯定是个半成品。今天下午就是试药大会，哪怕我们的排异药剂还不够完美，但配合上安富林，也比他一个半成品强。只要把瑞成放在药鼎阁的试药会药剂替换掉，试药大会时候发挥不出任何效果，到时候笑到最后就只能是我华人。叶飞，待会儿我看你用一个假药还怎么赢？师兄，你猜的没错，华人为了赢果然不择手段偷换药剂。还好你提醒了我，提前让人将真正的天药换走，留下了一支假药，还派人偷偷在药室安装了监控。这个时候，沈凌和李薇一定以为他们赢定了，真想看看他们知道真相后的反应。走吧，我们该去会场。李总，恭喜啊！之前是我们看走眼了，没想到安福营这么有潜力，竟也收到了药鼎阁的试药邀请。是啊，看来华人还是底蕴深厚，我们公司的合作可以考虑继续了。赵总、周总，你们之前不是已经决定要把钱投资给瑞成药业了吗？怎么反悔了？瑞成的天药研发迟迟没有消息，就算没失败，也只是半成品。我看你们安富林可是稳赢啊！你们啊，就是太相信叶飞了，所以才被他给骗了。他去瑞成根本就不是去当什么首席研发总监，他就是去当赵晨曦的小白脸，靠吃软饭度日罢了。赵总、周总，这是我们华人的销售总监沈凌，上次你们见过，这次华人能被选入参加试药，全都是他的功劳。哎呀，原来是沈总了，短短几日就升职了，真是年轻有为，后生可畏啊！沈总前途无量，敬你一杯。两位老总客气了，以后还得多仰仗二位。叶飞，你终于来了。这么关注我，是想提前认输吗？我们认输？叶飞，你真搞笑，今日你必输无疑。他们一定不知道，药室里的天药被我换成假的了，一个假药还想赢？叶飞，在这里嘴硬有什么用？待会儿我就让你看看，华人到底是怎么把瑞康踩在脚底下的。是吗？那就拭目以待了。
现在我宣布，试药大会正式开始。本次试药采用现场直播的形式，在会场隔壁已经准备了2间无菌实验室。此前，药鼎阁已经收到华人和瑞成2家的新药剂，为保证公平，将其秘密保管在药室。现在我们将请出实验员，分别使用华人药业与瑞成药业的药剂，给患者进行试验。评委根据试验效果进行打分，分数最高者胜出。首先，请华人药业开始试药。这个安抚灵效果也太快了，竟然只需要1分钟，这让瑞成怎么比啊？直接杀死比赛了呀！经过讨论，我们认为安抚灵这款药见效快，效果强，不过要配合排异试剂使用，而且会对患者造成一定的疼痛感。综合给出95分的评分。华人这款药做得不错，评分公允。95分，往届试药大会还从来没有能拿到95分的药物，安抚灵可是第一个啊！叶飞，这下你们瑞成不如直接认输吧，也好过等下上台去招笑啊。招不招笑，待会儿你就知道。下面请瑞成药业开始试药。我好了，我竟然这么快就痊愈了，本以为马上就要死了，没想到我居然这么快好了。这个天药真的是神药啊！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会起效果？什么？只需要1秒，而且涵盖多种类型，瑞成这么强吗？不是说天药只是个半成品吗？怎么效果会这么好？天药见效飞快，效果显著，甚至能消除多种类型的癌细胞，还不会对患者造成一定的疼痛感。我们一致认为它值得100分。叶飞，你研发的安复利虽然已经接近完美，不过天药确实更胜一筹。看来今天华人要输给瑞成了。瑞成的天药是谁研发的？站起来我看看。师傅，天药也是我研发的。你不是在华人吗？师傅，我已经和李薇离婚，离开华人了，现在在瑞成。叶飞是个好孩子，一定是李薇让他受了委屈，这才离开华人。这个李薇居然如此不识抬举。别装了，沈凌。你不会以为你做的事神不知鬼不觉，无人察觉吧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天哪，这也太不要脸了！华人药业居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偷换同行的试剂，简直无耻！不，这不是真的，这视频是伪造的！放肆！铁证如山，你还敢狡辩？鉴于华人药业偷换瑞成试剂行为极其恶劣，严重违背医药界的底线，我宣布立刻取消华人药业的试药资格，并且从今往后，药鼎阁永不和华人合作。王阁主，您听我解释，这都是沈凌个人自作主张，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啊！李薇，事到如今你还想推卸责任？没想到华人竟然是这样行为恶劣的公司，真是辜负了我们的信任。没错，现在华人被药鼎阁拉入黑名单，我们中科也决定永不与华人合作。我们国康也是。不好了，李总，我们所有的投资方刚才都发来通知撤资了，公司资金链断裂，马上就要破产了。什么？全完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李薇，你向来看不起叶飞的研发成果，现在你知道叶飞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了吧？王阁主，求求您收回成命，这真的是个误会。叶飞，你说句话呀！只要你跟王阁主说句话，王阁主就会放我们一马的。叶飞，李薇，从前你对我不是很高高在上吗？怎么现在你反过来求我？我求你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给你。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孩子吗？只要你帮我解决这件事，挽救华人，我就答应你。李薇，你还能再不要脸一点吗？结婚5年，你对生孩子的事只字不提，现在为了保住你的公司，你就想要孩子了？你把孩子当什么了？商品吗？叶飞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真的走投无路了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叶飞，我知道错了，老公，你救救我吧！华人可是有你一半的心血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毁了。李薇，我对你的那点情分，这些年早就被你的无理取闹耗尽了。你不是一直偏袒这个小白脸吗？现在怎么不求他了？他怎么能和你比？李总，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，现在为了他就要把我一脚踢开吗？闭嘴！要不是你勾引我，我怎么和叶飞离婚？因为我
难道不是因为你一直享受着我的付出，却对叶飞视而不见吗？以为你这种人真是自私自利，我算是认清你了，活该你被离婚。沈凌，你涉嫌不正当竞争，我们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你进行调查，跟我们走一趟。不是我，这都是李薇让我做的。沈凌，你这个小人，竟然敢污蔑我！明明都是你做的，你竟然敢推到我身上！叶飞，华人要破产了，你救救我吧！你不是说会爱我一辈子的吗？我保证以后我绝对全心全意爱你，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求你救救我和华人吧，老公！爱，你的爱就是当众让我难堪，你的爱可真拿得出手。以后别再叫我老公，我和你已经没关系了。那都是我被沈凌蒙蔽了，我现在后悔了，求求你不要抛弃我！我曾经很爱你，但是现在我已经彻底被你伤透了心。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以后再也不见。保安，把他带出去。走。放开我，叶飞，我是爱你的，你快救救我！你真是自作自受，活该落得破产的下场。放着这么好的叶飞不要，非要找个草包，现在傻眼了吧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各位，现在我宣布，本次试药大会被选中的企业是瑞成药业。叶先生，谢谢您，感谢您研发出了新药，拯救了我们无数个患癌的家庭。这面锦旗是我们病友圈共同送上的，您是我们所有人的恩人。大家言重了，这都是我作为一个医药人应该做的。从此以后，你有我了。